大少奶奶不在家。战印脚步一顿，扭头问着明叔：“他去哪里了？”大少奶奶没说。回家看不到老婆，战印有点失落。他当即掏出手机打电话给海童，电话通了很长时间，海童都没有接听。摁断电话后，他问着明叔：“大少奶奶和谁一起出门的？是和老夫人吗？”屋里没有电视的声音，奶奶估计也不在。是的，还有洋洋。战印哦了一声，没有再问下去，拿着给海童准备的礼物进屋里去啊。奶奶是个无法老实待在家里的老顽童，估计是让海童陪着她出去吃宵夜或者吹夜风了吧。那明叔跟在战印后面走着，欲言又止的。那战印没有留意到这一点。战印进屋后，把礼物放在茶几上，人跟着在沙发上坐下来，再次掏出手机打电话给海童。依旧是电话通了，但海童一直没有接听。怎么不接我电话？战印改而发信息问海童：“老婆，你在做什么？为什么不接我电话？是不是奶奶带着你去做坏事了？”听他爸说，他母亲刚入门的时候，他奶奶也喜欢常着他妈妈出去做坏事。后来因为他妈的性格实在不适合，奶奶就不喜欢带着他母亲出去疯了。海童和他母亲的性格不一样，他和奶奶感情最好，奶奶要是带他出去疯，他是很乐意和奶奶一起疯的。海童没有回信息。战印那嘀咕着，该不会是跑去牛郎店开眼界吧？他奶奶还真的会做出这种事情来。他老人家说牛郎店里的男人最帅了，说他以前因为要打探什么消息，去过几次牛郎店，里面帅哥如云。他听奶奶讲起往事的时候，爷爷在一旁听的脸都是黑的。不会的，带着洋洋呢？想到两个人还带着洋洋出门，战印否定了自己的猜测。奶奶或许玩心重了点，是个名副其实的老顽童，不过很注重孩子的教育，给孩子树立正确的人生观。带着洋洋的时候，绝对不会去那种地方，不会接触三教九流之人。海童不接电话不回信息，战印还是不自在的。他习惯了一打电话，老婆就接听，一发信息，老婆就回复。要是老婆回复的慢了，他都觉得老婆没有把他放在心上，忽略了他。战印打电话给海玲，等海玲接听电话后，他问着：“哎，姐，彤彤带着洋洋去哪里玩了？”海玲听了妹夫的问话，愣了愣，反问他：“战印，彤彤带着洋洋去旅游了，你不知道？彤彤中午的时候打电话给我，说他和奶奶要趁着暑假的尾巴，带洋洋出去玩一段时间，在9月1号之前回来哈。他们下午就出发了的，我以为你知道呢。”听了大姨姐的话，战印如同五雷轰顶一样，哇，他不敢置信。我奶奶和彤彤带着洋洋去旅游了。哎，他没有跟我说，我打电话给他呢，他没有接听，发信息也不回，这是把老公扔在家里，自己潇洒去了。姐，你看看彤彤，他越来越不重视我了，这么大件事也不跟我说一声，平时为了工作，他经常出差，一出差就是3、5天才回来，总是忽略我。平时就算了，现在出门旅游这么大件事都不跟我说，存心把我抛弃在家里。他但凡跟我透露半句，就算是赖我也要赖着他一起出门。海玲，彤彤最近也是太累了，出门放松放松心情，他不是忽略你。这个妹夫常向他告状，只要小夫妻俩闹了矛盾，战印必定会来找他告状，他会批评妹妹。现在彤彤说夫妻俩要是闹点小矛盾，他都要死死地拦着战印，不能让战印出门，也不让他打电话，怕他找姐姐告状呀。战印除了会告状，就是总抱怨海童忽略他，不够爱他，总让他没有安全感。他说他想变成挂件，挂在海童的身上，时刻都在一起，让海玲都哭笑不得啊。姐，彤彤就是抛弃我了。战印说的委委屈屈的，他还不接听我的电话，不回我信息。这样呀，我打电话给他，
让他给你回电话好不好？战印，彤彤可能是临时决定的吧，怕影响你工作，才没有提前告诉你。你等等哈，我先打电话给他。海玲说着就摁断了妹夫的电话，转而打电话给妹妹，发觉妹妹也不接他的电话，他只得联系老太太，但老太太手机关机了。无奈海玲回复战印，海童也没有接我的电话，还有奶奶的手机是关机的。战印眼神一沉，明白过来，这是奶奶搞的鬼，奶奶拐跑了他的老婆。奶奶，我的亲奶奶呀！战印被自家老顽童奶奶气笑了，拐走我老婆也不吭一声。战印吐槽着奶奶故意拐跑他的老婆。海童手机能打通却不接听，他没猜错的话，海童换了手机号码，让他不能打扰他们游玩的乐趣。在大厅里静坐了几分钟，战印拿着礼物上楼，回到他的房里，果真在床头柜上看到了海童平时常用的手机，那手机底下呢还压着一张字条。他拿起字条看，上面写着：老公，我陪奶奶出门散散心，开学前会回来，勿念。战印将那张字条揉成了一团，扔进了拉拉桶，人跟着往大床上一躺，仰望着天花板，想到这段时间看不到老婆，更不能搂着老婆入眠，连通电话都处于被动，战印就难挨。他打电话给苏南，对苏南说道：苏南，我奶奶把我老婆拐跑了。苏南怀疑自己听错了，他问道：战印，你说什么？谁把你老婆拐跑了？战奶奶吗？头枕在苏南大腿上在看书的沈小军放下了书本，人跟着坐起来，小声而关心地问：海童被谁拐跑了？战印垮着俊脸，像个怨妇似的，到处找人倾诉，就是我奶奶把彤彤拐跑了，他俩下午出门旅游去了，都跟我吱一声，把我一个人落在家里了。他俩连洋洋那个小屁孩都带上了，就是落下我。想象着好友此刻的怨妇表情，苏南扑哧的笑了。战印，你是想笑死我，好继承我的财产吗？你又不是刚当战奶奶的孙子，奶奶什么德行？你清楚得很，早就该有这样的心理准备了。你该庆幸奶奶没有在你刚新婚时拐跑你老婆，否则你更难受。就刚尝情爱，就要分开一段时间，那才难受呢。战印，现在我也难受，我习惯了早上睁开眼就看到我老婆，晚上她在家里等着我，只要她在家，我总是心急的回家，不想让她久等。现在她撇下我出去玩了，还打定主意不让我跟着，连手机都换了新的，我很不习惯。苏南，出来喝2杯，我请客。他没有尝试着让人查一查奶奶去哪里了，既然是奶奶带着海童出门，奶奶就不会让他知道他们现在哪里去，就除非海童主动联系他。战印想不明白，他哪里得罪了奶奶，奶奶要这样整他，专挑他的软肋对他下手。这都几点了，那还喝酒不喝？我要陪我老婆，我老婆怀着身孕，现在我已经不抽烟不喝酒了。苏南想都不想就拒绝了战印的邀请。战印真不够朋友，重色轻友，朋友又不跟我过一辈子，老婆才是和我过一辈子的人，我当然把老婆摆在第一位。很晚了，不和你聊了，我陪我老婆梦周公去，晚安。苏南笑着道晚安。沈小军总觉得自家男人话里带着点幸灾乐祸。在苏南放下手机后，她问丈夫：战奶奶和彤彤出远门，战印不知情啊？他向你吐槽奶奶拐跑了彤彤。苏南笑道：可不是，他不知道哪里得罪了战奶奶，被战奶奶整治他。战奶奶这个人呀，不讨好他也千万别得罪他，连我的家主大伯在他老人家面前都毕恭毕敬的呢。老一辈的情报头子，虽说早就退出了那个圈子，余威犹在的。战奶奶好久都没有冒泡了，不是说他老人家忙着给其他孙子挑选孙媳妇吗？按理说战印不可能得罪他奶奶呀，战奶奶又最疼他。苏南想了想，猜测着
可能是战印过于霸道吧。战奶奶就整一整他，让他尝尝什么叫做真正的忽略、冷落，免得他总是抱怨海童忽略他。他还经常去他大姨姐那里告状的。沈小军笑道：“对对对。”彤彤说没见过这么爱回娘家告状的男人。彤彤只要欺负他一下，他就委委屈屈的去找海玲姐告状。海童说现在夫妻俩闹了矛盾，他都要没收他的手机，然后搬张椅子放在门口，他坐在那里守着，不让战印出门回娘家告状。苏南笑得肚子都要痛了，他边笑边替好友说几句话：“你们也别怪战印了，战奶奶什么都教给他了，唯独没有教过他怎么去爱一个人。他和海童闪婚后，自己摸索着去爱一个人。会有点缺点是正常的，他就是太爱海童了，霸道惯，习惯被人当成中心的他，在爱情里也是如此，希望他心爱的女人满心满眼都是他，那一个转身看不到，他就会到处找人。其实他已经被海童改变了很多的，可能是海童现在越来越忙，他偶尔被忽略了才会抱怨。沈小军说道：“他不是现在才抱怨的，抱怨一段时间了。海童说他没有写过情书的人，那为了哄老公，不得不绞尽脑汁给老公写情书。战印这样霸道的男人是江山易改，本性难移的，估计以后白发苍苍，当了爷爷太爷爷，他都是这副德行。只要海童愿意包容他就行，一个抱怨，一个哄夫，周而复始，说不定就是夫妻俩的乐趣呢。外人听听就好，不必插手。”苏南看着他，羡慕地道：“战印还收过他老婆写给他的情书，我没有收到过呢。小军，要不你也给我写封情书？让我尝尝收到老婆写的情书是什么滋味啊。我看战印有时特别开心，愉悦是他那张冷脸都藏不住的，只要不眼瞎都能看出来。我猜想肯定是收到了他老婆写给他的情书。”沈小军没有拒绝也没有答应，只是说道：“我也没有写过情书的，没经验，上度娘抄吧，又显得没有诚意。不抄吧，绞尽脑汁给你写情书，很烧脑，我写不出来就睡不着，吃不下，整天整夜都会在想着怎么写。别写了，不用了，我给你写。老婆，你别写了，我给你写。我给你写也是一样的。”沈小军一说不会写情书，没经验，苏南心里就乐了，说明他真写情书，他是收到情书的第一人啊。可在听他说那他写不出来时，就会一直在想着吃不下，睡不着，整天整夜的想。苏南就心疼了，他现在可是他们家的国宝祖宗呀，要是因为写情书的原因导致他吃不下睡不着，他会自责心疼不说，他家里的长辈呢也会操着大刀追着他砍。现在他父母眼里只有小军这个儿媳妇，是看不到他这个儿子的。真的不用写了吗？我也想试试给自己心爱的男人写情书是什么滋味啊。沈小军说道：“我今晚就可以想着怎样下笔的，凭着我看了无数本，就算我不会原创，我把里那些女主对男主说过的情话综合到一起，再来个总结，应该勉强能写出一封几千字的情书的。我去拿纸和笔来，现在就动笔。”就沈小军做事要下床去拿纸和笔，苏南一把搂抱住他，不让他下床。他嘻嘻地笑道：“老婆说了，不用你写，我来写，你不用想了，咱们早点睡吧。你现在只需要吃好睡好，过好每一天就行了。可是战印收到过海童写给他的情书，你没有收到过我写的情书呀。他们是他们，我们是我们，咱们没必要事事向他们看齐，就咱们现在这样多幸福呀！我很满足的了，只要你给我一个晚安吻，抵得过10封情书。”沈小军这才作罢，他说道：“那你以后别在我面前说想收到我写的情书了哦，我这么爱你，可不能让你受委屈。”
战印有的，我也想让你拥有的。苏南连连点头，说道：我不说了，不跟他攀比，其实我比他幸福多了。他摸了摸沈小军还平坦的小腹，战印结婚这么长时间还不能当爸爸，他已经当爸爸了，而且他和沈小军在感情上一直顺风顺水的，比战印夫妻俩好太多。他知足啦。沈小军的手附在他的手背上，然后拿开他的大手，说道：你不要跟战印说这样的话，我又没有说什么呀，你这个动作就知道你想说什么了。彤彤是不再说什么，但他心里还是担心自己不能生育的。我经常看到他在网上搜索不孕不育的问题。苏南恩着：我不会说的，你多劝劝海彤，不着急，有时候压力越大越不能如愿。知道了，那我在他面前都不敢提孩子的事。沈小军叹口气说道：夫妻俩那么恩爱，怎么就是怀上呢？他和苏南在蜜月期就怀上了，他们会有孩子的，别想太多，睡吧。苏南安慰了爱妻一句，便调暗了床头灯，侧身拥着爱妻入眠。沈小军现在是双身人，就他睡得很快，不过几分钟他便进入了梦乡，睡得香甜。这看着这么快就入睡的爱妻，苏南心头柔软，凑到他的额上轻轻地亲了亲，柔声而羡慕地道：老婆真羡慕你，几分钟就能睡着。他总要翻来覆去才能睡着。那与此同时的段芊芊刚从浴室里出来，就听到了手机响，是有新的信息。手机被他扔在床上，他快步走过去，在这床沿边上坐下，拿起手机翻看信息。就给他发信息的是个陌生的手机号码，信息的内容是海彤出了远门，只有战印在家。段芊芊看了信息后，马上按照发信息的号码打电话过去。对方接听了他的电话：请问你是谁？段芊芊轻声问着。对方沉默了一下后说道：是我带段小姐进入豪庭别墅区的，这是豪庭别墅区188号别墅的屋主。海彤出门旅游之前，拿着明书交给他的证据，他登门找对方谈了谈。屋主是个30出头的少妇，但离了婚，没有儿女，住的那栋别墅是从前夫那里分过来的。在海彤上门找他的时候，质问他偷拍一事，那屋主一开始是不承认了，在海彤拿出了证据后，他不得不承认。然后他说他是娱记，因为大众很喜欢看战印夫妻俩的八卦新闻，所以他只要有机会就偷拍战印夫妻俩。海彤要求他删除了所有偷拍的相片，连底片都拿了回来毁掉。对于他带着段芊芊进豪庭别墅区的行为，他一口咬定他是不知道段芊芊的目的，以为是战印家里的亲戚，好心帮个忙而已。一副自己不知道闯祸的样子，然后向海彤保证以后都不会多管闲事。海彤面上信了他的话，回来后就吩咐明书安排人盯着这个娱记。他觉得这个娱记不仅仅是为了爆料那么简单，他从对方的眼神里捕捉到嫉妒，提及战印的时候又忍不住带着笑。如果他没有猜测的话，这个娱记就是他的2号情敌了。战印就是一块磁石，不仅吸引着未婚的女孩子，连离了婚的少妇也都盯着他，把他当成一块肥肉，恨不得一口把他吃进肚子里去。段芊芊记起了那个长相一般却有着火辣身材的少妇，说道：是你啊，大姐，请问你是怎么知道海彤出远门的？他去哪里了？我姓刘，刘宇，我也是豪庭花园的住户。对于战大少爷夫妻俩的动静，我挺关注的，毕竟能和战大少爷住在一个小区里，是我的荣幸，忍不住就去关注了。段芊芊不说话。刘宇说道：那天我带段小姐进了别墅区，今天中午战大少奶奶上门找我算账，把我骂得狗血淋头的，看来战大少奶奶也没那么自信吗？说不定他们夫妻俩的感情没有外界想象中那么好。段芊芊说道：这个我不是很清楚，我是对战少一见钟情，
但我和战少只见了一面，对海童也不熟，你们管成人熟悉一点。顿了顿，他又说，海童这么久都没有怀孕，你们是不是听说了她不能生育的传闻？豪门里若是不能生，夫妻感情再好，也会抵不住现实的。战家那千亿家产需要有人继承，海童不能生，早晚会被离婚，被赶出战家。别说豪门了，就是普通的人家，若是女人不能生，婆家也会要求离婚。刘宇说道，这个海童能不能生，我们不知道，不过夫妻俩若是如传闻般恩爱，海童肯定早就怀孕的了。是呀，不能生的女人，婆家肯定不会要的。段小姐对战少一见钟情，各方面都配得上战少。若是段小姐能怀着战少的孩子，那就可以取代海童了。段芊芊沉默了片刻后，反问刘宇，刘小姐为什么要帮我？我也不是帮段小姐，是利用段小姐帮我出口气。海童上门找我算账的时候，骂我骂得太狠，简直不把我当人看，我咽不下这口气，就帮着段小姐上位，就是替我报复海童。段芊芊不相信刘宇说的话，她是和海童才见过一次面，可以看出来海童是个有修养的人，不会对刘宇破口大骂的。不过刘宇见不得海童好，这个段芊芊相信，她没有戳穿刘宇的谎言，任由刘宇抹黑着海童。她说道，刘小姐，谢谢你这样帮我，很晚了，我先休息，以后若有机会，我请刘小姐吃饭。说完呢，她便挂了电话。有刘宇帮她盯着战印夫妻俩的一举一动也好，海童出远门，只有战印在家，段芊芊却不敢也不能抓住这个机会接近战印。战印出入都带着一般的保镖，主要就是为了阻拦他这些爱慕者接近他。不过若是知道海童去了哪里，给海童制造艳遇，同样也能达到破坏夫妻俩的感情。段芊芊想到这里，便发信息给刘宇，问对方可否知道海童去了哪里。刘宇回复他不知道。黑夜悄悄结束，白天来临，新的一天开始了。战印醒来，眼睛都没有睁开，习惯性的一个侧身，长臂一身衣搂，没有搂到温香软玉，他猛地睁开眼睛，身边空空如也，哪里有海童娇软的身影啊？争了好一会儿，战印记起来了，他亲奶奶把他心爱的老婆拐走，两人带着洋洋出门旅游去，狠心把他抛弃在家里，害他整夜睡不着，最后抱着海童的枕头，把枕头当成海童才勉强入睡。那拿过手机看时间，已经是上午8点多，以往他都是清晨6点多就起来晨跑，老婆不在身边，连起床都没劲。再看日期，今天恰好是星期六，太忙了，他都忽略了日期，感觉才周一，现在又周六了，一周过去的真快啊。周六不上班，战印想继续孟州宫去，因为在梦里只有他和彤彤2个人，偏偏肚子唱着空城计，令他无法再入眠，只得爬了起来。手机上并无未接来电，微信有很多未读信息，他点开来看，除了工作群的信息，就是别人约他周末出去玩，全部翻了一遍都没有海童发来的信息。海童，战印咬牙切齿的，他已经很久没有连名带姓一起叫他，你真够狠心的，连条信息都不发给我。看不到海童发的信息，他点开他的朋友圈，没有看到新动态，才记起他丫的连手机都换了，新手机号码连大姨姐都不知道，被老婆大人抛弃在家里的战大少爷，花了点时间换衣服洗刷，然后端着那张迷死人的俊脸下楼去。刚下到1楼，一条胖狗摇晃着那胖乎乎的身子朝他跑过来。战印最不喜欢多毛的动物了，当初为了哄海童开心，他才托朋友帮他买了一条宠物狗，2只宠物猫送给海童养着。后来夫妻俩都太忙，宠物们就交由梁姨照看着。
眼见胖狗就要扑过来，战印本能的抬脚就踢去。大少爷，那是大少奶奶的宠物狗啊！梁姨叫喊一声。战印的脚差点就踹到了宠物狗身上。听到梁姨的叫喊声，他收了力道，放下了脚，饶了这条肥狗。梁姨快步而来，赶紧牵起了宠物狗的绳子。我就上个洗手间，你就跑进来了。梁姨要拉着宠物狗出去，胖狗却不肯出去，老是想蹭到战印的脚边去。战印嫌弃地道：“这是我送给你们大少奶奶的宠物狗。”是呀，是大少爷送给这大少奶奶的。战印看着胖狗比刚买回来的时候胖了不止1个圈，他皱眉，胖的都没有狗样了，像头猪一样。梁姨，不要让他吃那么多。梁姨笑道：“他很能吃，不给他吃，他也会自己找吃的，又缺少运动，就越来越胖了。那我跟大少奶奶说了，要帮他减肥，跟他的主人一样爱吃。”战印嘀咕着，他的老婆大人不也爱吃，但他那么能吃，却长不胖，不像他的宠物狗那样胖得像头猪，没有了狗样。带他出去，毛毛的看着他，我就起鸡皮疙瘩。梁姨再次拖着狗出去，那狗就是不肯出去，非要蹭到战印的脚边去。最后，这梁姨只得弯腰杠起了这条胖狗，才把狗带出去。他还说着胖狗，大少爷不喜欢你们造进他，你还往他脚边蹭去，是想被扒了毛再来闷了吗？宠物狗哼哼的，他只是久不见男主人，怪想他的，想跟男主人亲热亲热吗？大少爷可以吃早餐了。战印不说话，不过人是往餐厅走去的。进了餐厅，看到厨房给他准备的早餐，都是他平时爱吃的，可是餐桌上少了一个人，让他很不习惯，也没有胃口。坐下后都没有吃上2口就不想吃了，他起身径直往外走。明叔瞄了瞄餐桌，就跟着战印走，边走边关心地问道：“大少爷是胃口不好，还是他们做的不好吃？我老婆不在家，大少奶奶跟着老夫人出远门去了，还不知道什么时候回来呢。大少爷难道都不吃吗？大少爷要去哪里啊？”战印不答话。数分钟后，他独自开着车出门，都不让保镖们团跟随。不过明叔还是让阿七以及另一名保镖开着车偷偷地跟着。阿七开车，他就边开着车，不紧不慢地跟着大少爷的车子啊，边对副驾驶座的同事说道：“最近咱们头皮绷紧一点哈，千万别犯错啊，没事的时候呢，也不要在大少爷面前晃。”同事说道：“谁想在大少爷面前晃？那是找死，大少奶奶在家，咱们还不用担心天塌下来。大少奶奶一只手都能撑住，现在大少奶奶不在家，我都恨不得隐身躲得远远的。大少爷习惯了有大少奶奶陪伴，老夫人招呼也不打一声，就带着大少奶奶出远门。大少爷心里有气无处发泄呢，也不知道大少爷要去哪里。”阿七说道：“肯定是去找海玲小姐告状的。”战印没有去告状，但他确实去了任你时。海玲恰好在任你时看到妹夫来了，海玲笑着问他：“怎么有空过来啊？”“姐，今天周六我不上班，过来看看姐这里需要帮忙不？”“周六了呀，时间过得真快。”“姐这里不用帮忙的呀。”海玲自己都很少再亲自动手给客人们煮早餐，都是交给2位小股东去忙着了。店里的客人并不多，毕竟已经过了吃早餐的时间。战印在一张收拾得干干净净的桌子前坐下，坐下后就说道：“姐，你给我来碗汤面条吧，我还没有吃早餐，饿得很。”“好。”海玲马上去给他准备，并没有问他为什么到现在都没有吃。等海玲给他煮了碗面条后，战印也是扒拉了一口就放下了筷子。“不好吃。”“姐，我吃不下，我想彤彤了。”战印不告状，他卖惨，让大姨姐见证，老婆不在家，他吃什么都不香。海彤是带着洋洋出门的，洋洋毕竟才3岁，平时还是很黏妈妈的，他早晚会联系海玲。
战印只要让大姨姐知道她吃不下，等到海童打电话回来，大姨姐就会替他把海童催回来。等那没良心的丫头回来后，他再好好的教训她，让她3天都下不了床。海玲估计彤彤很快就会打电话回来，洋洋会想我的。就这样的话，她说了几次，没办法，只能这样安慰着妹夫。妹妹出一趟远门，妹夫就一副过不下去的样子，让海玲有点哭笑不得，却也知道是夫妻俩感情太好，战印就习惯了有妻相伴。小夫妻俩感情好，海玲只会替妹妹高兴。哎，要不姐给你换其他的吧？海玲想着要不要给妹夫煮碗云吞。战印摇头说道：不用了，不是姐做的不好吃，是我没胃口。我一想到彤彤无情的把我抛弃，跟着奶奶去旅游，连手机换了新号码也不让我知道，我心里就难受得很。姐，你看我有黑眼圈吗？我也睡不好呀。姐，你说我是不是做错了什么？战印总觉得自己做错了什么才会被奶奶整治的，否则奶奶不会游说着海童陪着他老人家到处跑。奶奶深知他对海童的独占欲强烈，每天24个小时恨不得都黏在海童的身边。我看到的没发觉你有错。看不到的我不知道啊。战印叹气，我奶奶就是这样，突然出手，喜欢杀人个措手不及，又摸不着头脑。她到底错在哪里？海玲说道，战奶奶可能就是单纯的想出门玩玩，让彤彤陪着她。战印，你别想太多。战印不说话。海玲呢，不了解她奶奶，她是奶奶带大的，婆孙俩感情最好，就她也最清楚奶奶是什么样的人。奶奶肯定是在整她，现在她只希望老婆大人跟着奶奶玩疯的时候，还记得有她这个老公。海玲的手机呢，忽然响了起来。她掏出手机一看，是个陌生的手机号码，立即对战印说道：战印，可能是彤彤打电话给我了，是个陌生的手机号码。战印就恨不得抢过大姨姐的手机帮她接听。姐，你快接听一下，看看是不是彤彤。海玲嗯着，她接听了电话。妈妈，洋洋稚嫩的声音传过来。海玲马上笑开了。洋洋啊，想妈妈吗？怎么现在才给妈妈打电话呀？妈妈可想你了。我有点想妈妈，昨天到了三叔这边，我睡着了，没有给妈妈打电话。洋洋这话说的有点心虚，他忘记打电话给妈妈，是因为玩得太开心了，现在才想起来，就赶紧借用三叔的手机打电话给妈妈了。你们现在三叔那里吗？那海玲知道儿子嘴里的三叔是指战浩宇。洋洋这现在在三叔这里，一会儿就要坐飞机了，去哪里我不知道，太奶奶和小姨说了算，他是跟着小姨和战太奶奶混吃混喝混玩的。那海玲又问他，你是用你小姨的新手机打电话给妈妈吗？不是，是三叔的，小姨的手机在充电。海玲呢哦了一声，你小姨呢？让你小姨听听电话哈，我去找一下小姨。妈妈，你等一会儿吧哈。洋洋边说着边去找海童，战浩宇跟着他，生怕他跑得太快摔倒了。小姨，妈妈要和你说话了。洋洋找到了海童，立即把手机递给海童。海童接过电话，叫了一声姐。彤彤，你用你新买的手机给战印发信息或者打电话。你也是的，出门旅游也不提前和战印说一声。你不在家，他像丢了魂似的，大周末的也没有心情去玩，吃也不吃不下，睡也睡不好，都有黑眼圈了。他现在姐这里，姐给他煮了面条，他也吃不下，说想你了。海玲先是说了妹妹一顿，然后走开了几步，拉开与战印的距离，压低声音问着妹妹，彤彤，你和战印没有闹矛盾吧？战印老在猜测他是不是做错了什么，战奶奶替你出气，就这样对他。海童听到丈夫吃不下睡不好，先是关心地问道，战印真的吃不下吗？我又不是第一次出远门，
平时也经常出差的。你平时出差就3、5天的时间，他能和你通电话、发信息、视频。这一次你没有告诉他，他就不爽了，还不知道你的归期，你更是换了手机出门，他不就心里难受？的确是没有胃口，吃不下姐给他下的面条，也是有黑眼圈了，一看就知道是没有睡好的缘故。他还像个怨妇似的，你明知道他是那样的性子，就不知道提前跟他说一声。海童说道，他在奶奶面前抱怨我只顾着赚钱，忽略了他奶奶就带着我出门了，让我真正忽略他一次，让他尝尝忽略的真正滋味，免得以后老是抱怨我。我都没有抱怨过他工作忙，没空陪我，我忙一点，他就抱怨我总像个怨妇似的。想到丈夫那张怨妇脸，海童都忍不住发笑。初尝情爱的男人是那样的了，战印又是个霸道惯的，以自我为中心的男人。他为了你爹改变了很多，晾他2天就好了，要记得跟他联系，免得下周他都没有心情上班。这2天是周末，妹妹要晾着妹夫海玲不管，但是工作日呢，还是要联系一下的，免得战氏集团的人叫苦连天。姐，我知道了，战印现在要和你说说话。海玲说完就走回到战印的面前，把手机递给了战印，并对战印说道，洋洋借用浩宇的手机打过来的，彤彤他们现在浩宇那里，浩宇在哪里？他现在在江城。战印知道了爱妻的下落，打算等会儿就飞江城。谁知道大姨姐补充了一句，洋洋说他们马上就要离开江城了。战印立即拿过大姨姐的手机，海玲识趣地走开，让小夫妻俩在手机里卿卿我我。老婆，你好狠的心，去旅游也不跟我说一声，我好提前安排好公司的事，陪着你出门玩呀。战印在电话里抱怨，妻子撇下他就跑了。奶奶临时提出来的，我们就来了一场说走便走的旅行了。想到你最近都好忙，不好占用你的工作时间，就没有跟你说。战印小声嘀咕着什么，电话那边的海童就听不清楚他说的话。